欢迎回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周二上午全票审议通过《香港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修订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作出系统修改和完善。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75、76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相继发声，表示有关修订案充分体现了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立法精神，体现了中央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体制制度体系，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良苦用心和历史担当。外交部也表示，中国政府有决心、有信心继续贯彻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任何插手香港事务、对华施压的图谋都绝不会得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主持闭幕会，常委会组成人员167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经表决，全票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1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2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表决通过后，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做了讲话。栗战书指出，常委会组成人员一致认为，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闭幕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迅速行动，专门召开会议，行使全国人大授予的相关立法职权，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通过决定加修法，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付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大立法任务，彰显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的坚定决心和共同意志。栗战书说，常委会组成人员一致认为，完善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结合起来，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这一根本原则，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法治基础和民意基础。对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和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这次选举改革了，它呢堵塞了香港的反中乱港势力，通过选举这个平台来渗透香港的这个权力框架、这个渠道。这次选举改革呢，是一国两制的这个完善，便利了这个香港特区政府提高管制效能，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有利于为香港这个创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1共12条，附件2共9条，基本保留了原来的附件1、附件2的名称、体例和框架结构，内容进一步充实细化，更加具有操作性。特别是针对香港回归以来选举实践中暴露出来的制度漏洞和缺陷，做了完善性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有5方面内容：一是重新构建选举委员会，进一步扩大选举委员会的广泛代表性。选举委员会的人数由原来的1200人扩大到1500人，组成由原来的4大界别扩大到5大界别。二是明确规定了选举委员会5大界别内各个界别分组的划分、名额分配以及产生方式，使选举委员会的覆盖面更加广泛，进一步增强香港社会各界的均衡参与。三是完善和扩大了选举委员会的职能，更有利于改善行政与立法关系，落实行政主导体制。四是规定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制度，基本保留原来的行政长官选举制度，在提名机制等方面有所调整，以确保行政长官必须由坚定的爱国者担任。重点改革立法会选举制度，更好地平衡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界别利益和地区利益。
立法会议员人数由70席增加至90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功能界别选举和分区直接选举分别产生40名、30名和20名议员，同时对立法会选举的提名、选民资格、选举方式等作出了具体规定。5是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制度，确保爱国者治港，坚决把反中乱港势力排除在香港特区政权机关之外。选举委员会的人数增长，立法会的议席的增长，应该说更加符合这个香港民意的要求，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而且也体现了这个修例风波之后，香港老百姓希望拨乱反正，让香港重回正轨的这个愿望。此外，修订后的基本法附件1、附件2还就立法会的表决程序、2个附件的修改权等作出规定，同时要求香港特区据此修改本地相关选举法律，细化具体事项，并依法组织选举活动。实际上，香港特区本地立法就是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加快立法进度，准确有效对接，是特区政府需要着重做好的2方面工作。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和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1、附件2从国家层面规定了香港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核心要素和主要内容，同时也给香港特区本地立法留下了很大空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新修订的2个附件突出确保爱国者治港的主旨和原则，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选举制度进行系统性制度构建，为爱国者治港提供了坚实、稳固、安全可靠的法治保障，也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未来政治发展奠定了新的宪制基础和法治轨道。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香港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修订案是在深刻总结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的基础上制定的，汇聚了香港社会各界智慧，修补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选举制度的漏洞和缺陷。声明表示，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其政权机关和治理机构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在爱祖国、爱香港的人手中。香港中联办发表声明指出，过去1年多来，香港社会大局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再次证明，中央是一国两制最坚定的领导者、践行者和维护者。我们坚信，摆脱了政治争拗的泥沼，香港将会更好解决经济民生等深层次问题，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东方明珠必将光芒再现。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新的特区选举制度将进一步改善香港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法治和营商环境，香港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中国政府有决心、有信心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繁荣稳定，有决心、有信心继续贯彻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任何插手香港事务、对华施压的图谋都绝不可能得逞。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人民锐评指出，作为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要一环，完善选举制度将为推进香港民主稳步发展，实现香港良政善治，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从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到对选举委员会进行重构和复权，修订后的附件1、附件2更好拧紧选举制度的安全阀，确保香港管制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者手中。央视新闻客户端热评表示，在全新的政治生态下，那些干预香港政治事务、阻碍落实一国两制的外部势力将再无藏身之处，那些逢中必反、勾结外贼、侵犯国家主权安全利益、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反中乱港势力将被从管制体制中彻底清除出来。我们不能再用过去那种办法产生过去那种不负责任的立法会，香港的代价确实太大了。不管是这个立法会的选举办法也好，或其他方面也好，香港社会呢确实要痛定思痛，洗心革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均发表声明，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表示支持。林郑月娥在声明中表示，将全力以赴依照新修订的附件1和附件2，推动修改本地相关选举法律的工作，并做好公众解说。待立法会通过有关的选举条例后，将有效地依法组织和规管相关的选举活动，贯彻落实新
选举制度，提升香港特区的治理效能。相信随着选举制度得以完善，香港将彻底摆脱困扰多时的政治泥沼，让特区政府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化解社会深层次矛盾。香港特区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还连同6位纪律部队首长、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海关关长邓以海、入境事务处处长欧家宏、惩教署署长胡英明、消防处处长梁伟雄及政府飞行服务队总监胡伟雄，欢迎及全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李家超表示，会带领纪律部队继续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及维护香港繁荣稳定。6位纪律部队首长表示，会同心同德，坚守岗位，维护国家安全，维护香港社会治安、稳定和安全。这一次的修订案呢，我是非常的拥护，非常的欢迎。过去香港几年呢，都是乱象重重，我们有了这个修订案以后呢，肯定会香港的未来呢带来稳定。香港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的修订并公布，标志着从国家层面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工作已经完成。中央决心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初心是什么？香港接棒进行本地立法时需要注意什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勇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邓中华深度剖析。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勇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采访时介绍，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香港基本法的2个修订草案，是对3月11日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的内容的全面展开和具体落实。这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最重要、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通过有效地弥补香港选举制度所存在的漏洞和缺陷，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必须由中央信任的、坚定的爱国者担任，确保爱国爱港力量在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当中稳定地占据压倒性的优势，确保反中乱港势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进入香港特区的政权机关，进而呢为爱国者治港提供坚实稳固、安全可靠的制度保障。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邓中华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有关修改完善遵循4个原则：严格依法办事，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增强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的代表性，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扩大香港社会均衡有序的政治参与，强化行政和立法之间的有效配合，减少政治争拗和内耗。中央坚定推进香港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没有变，并将与香港社会各界一道努力创造条件。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总体思路是以对选举委员会重新构建和增加赋权为核心，对选举制度进行总体规划设计。选委会规模由原先的1200人扩容到1500人，原来的4大界别增加到5大界别，将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单列为第5界别，进一步扩大广泛代表性。在选委会中强化了国家利益的代表，这一调整有利于选举委员会在履行职能时，从国家和香港的角度考虑问题，做出符合国家和香港利益的选择，对选举委员会的界别分组做了优化和调整，反映了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
发展变化，体现了均衡参与原则，也进一步增加了基层利益代表的声音。在职能方面，对选委会的调整可以概括为6个字：保留、恢复、增加。即保留选委会选举产生行政长官人选的职能，恢复选委会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立法会议员的职能，增加选委会参与提名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职能。基本法附件2修订案规定，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由每届70人调整至90人，其中选委会选举产生的议员40人，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30人，分区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20人。邓中华介绍，40:30:20的比例分配是前阵子中央有关部门在前一阶段听取香港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建议时，多数意见所支持的。最终，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了这一意见。这一说法得到了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傅建慈的印证。他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表示，他本人就在座談上向中央提出了40:30:20的建議。其實喺嗰2次嘅座談會呢，我都有提出呢個432嘅建議嘅。咁其實與會好多啲專家朋友呢，佢哋都係認同呢個432呢一個咁嘅方案嚇。咁亦都呢，我自己了解啦，喺香港亦都有啲團體做咗啲電話嘅訪問嘅。咁整體嘅訪問得出嘅結果呢，係有70% 嘅人呢係支持呢個432嘅方案嚇。咁亦都你睇到432嘅方案呢，係將呢個嗰個比例代表制咧係擴大嘅，呢樣咧係對呢一個選舉嘅穩定性啦係有一定嘅幫助啦，同埋最主要咧佢係可以咧減低咗國家安全嘅風險咯。在廣泛徵求意見的過程當中，內地和香港很多人士都建議，有關的產生辦法要設置安全法，要能夠有效地阻止反中亂港分子通過選舉制度進入政權機關，搞亂香港，為所欲為。要確保香港的管制權牢牢地掌握在愛國者手中。做出这一制度設計的考慮是，選委會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員主要是代表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而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主要是代表行業界別的利益，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主要是代表地區的利益。由選委會選舉產生的議員在立法會中佔據比功能團體議員和分區直選議員多的議席，能夠使立法會更好地代表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另外，由於行政長官和議員都由選委會產生，因此這樣的分配比例也有利於在立法會中形成穩定支持行政長官的多數力量，促進行政和立法的順暢溝通。擴大和完善了選舉委員會的職能，有利於改善行政與立法的關係，鞏固或者說增強行政主導體制。修訂後的香港基本法附件1地區組織代表界別分組中沒有出現區議會議員，附件2也取消了立法會中的2個區議會席位。對此，鄧中華指出，近年來區議會運作已嚴重偏離了基本法第97條規定的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的職能和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的性質。區議會甚至成為一些人從事反中亂港活動的重要平台。要促使區議會回歸基本法對它的定位，就必須取消其在選委會和立法會中的席位，削弱它的政治功能。在任何國家和地區，在任何政治體制和選舉制度下，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要確保選舉出來的管制者必須是愛國者。愛國者治港也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要義。為了把愛國者治港原則法律化、制度化，香港特別行政區將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並確認選委會委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和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除了審查有關候選人的一般性資格要求，包括年齡、國籍、居留權、有無犯罪記錄等之外，還將審查他們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值得指出的是，資格審查和確認的規定也適用於選委會全部委員。香港本地立法時也必須考慮愛國者治港原則，這樣才符合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設計的初衷。
发展香港的民主制度，绝不能背离爱国者治港这一根本原则。这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选举制度，就是要将爱国者治港这一根本原则法律化、制度化，就是要将反中乱港分子排除香港特区的管制架构，就是要杜绝反中乱港分子继续堂而皇之的坐在立法会的议事大厅里搞反中乱港活动。邓中华介绍，香港特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必要时可就有关人员是否符合拥护效忠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征询香港特区国安委的意见，并按修订后的基本法附件1第8条的有关规定处理。也就是香港特区国安委根据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审查情况，就有关人员是否符合拥护效忠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并就不符合者向香港特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出具审查意见。根据香港国安法第12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香港国安法第14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不受司法复核，因此对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据特区国安委的审查意见书作出的资格确认决定，不得提起诉讼。邓中华同时强调，香港将继续保持多元包容的政治文化。当然，我们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搞清一色和一言堂，绝不是说不能够对特区政府的施政提出不同甚至反对的意见。任何有意愿参选的人士，只要符合爱国者的标准，获得足够的提名和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其资格的确认，都可以参选并依法当选。香港将继续保持多元包容的政治文化。张勇强调，这次修订2个附件并不涉及基本法正文，双普选目标仍然是香港基本法的明文规定，仍然是香港民主发展的既定方向，这一点没有任何改变。这些年香港的民主发展裹足不前，纷争不断，双普选目标遥遥无期，完全是反中乱港势力刻意阻挠破坏的结果。我相信在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全面实现爱国者治港之后，香港民主的道路会越走越顺，双普选目标会更早到来。张勇还介绍，这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决定加修法的方式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基于中央对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决定权，运用宪法权力在国家层面进行的立法活动。这与香港基本法原附件1和附件2规定的修改程序，也就是5部曲程序，在宪制基础和法律依据上是不同的。修订后，在新办法基本法原附件所规定的5部曲程序不再适用。今后如果需要修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应当遵循新修订的附件1和附件2所规定的法定程序，不采用5部曲程序，也不存在所谓的双轨并行。张勇指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香港特区本地立法，需要着重做好2方面工作：一是加快立法进度，二是准确有效对接，与国家立法一道，形成一整套有利于爱国者治港、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选举制度。另外，香港本地立法通过后，应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7条的规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香港特区政府在组织选举活动过程中，行政长官应当就有关重要情况及时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加快立法进度。香港特区在本地立法中，应当与全国人大的决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修订的2个附件全面、准确、有效对接，与国家立法一道，形成一整套有利于爱国者治港、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
民主选举制度。我们在香港政府来讲呢，我们会积极的配合那个相关的修法跟那个立法的工作。我们把这一个完善选举制度的那个做好之后呢，我相信我们宪制制度也恢复了，我们就可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可以呢更加发挥香港的长处。那么海外媒体又是怎样评说香港完善选举制度的呢？海外媒体呢，一方面比较客观地报道了香港选举制度是怎么完善的，比如说呢，选举委员会怎样构成，职能如何，这个香港立法会为什么要扩大议席，怎样产生等等。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由于西方国家呢都是选举民主，虽然各国呢有不同的选举办法，有不同的政治运行机制，但是呢，直接选举是他们所强调的。他们对民主的8个维度呢，孰重孰轻是有所不同的看法，所以呢，对香港的选举制度完善呢，是戴着有色眼镜看的，制定着直选议席的变化，而忽略这个社会各界的均衡参与。那么，对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个不同行业界别和地区的利益、香港社会整体利益的整合呢，也不做理性的分析和关注。那么，相比之下呢，这个西方国家的媒体啊，对完善这个香港选举法的态度呢，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别。你比如说，英美的媒体呢，批评的姿态就比较明显，而社会这个民主主义盛行的欧洲大陆的媒体呢，就更客观和谨慎一些，对中国修法的动机和目的呢，抱有一定的同情态度。毕竟呢，这个修例风波中的这个暴力示威呢，带来的动荡和损失，那么这个问题呢，也不能不解决。其实呀，这个香港的选举制度完善之中呢，也借鉴了很多国家的这个民主成果，把行之有效的办法呢，也纳入进来了。那么亚洲国家的媒体呢，就比较客观，报道香港选举制度修改完善的哪些内容呢？并且指出呀，在完善选举制度及全面实现爱国者治港以后呢，这个香港的民主发展的道路会越走越顺。爱国者治港呀，它不是搞清一色和一言堂，绝不是说呢就不能对特区政府的施政提出反对意见。那么香港基本法中制定的双普选目标呢，也没有改变。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的专家学者，都说香港的选举制度完善，具有香港特色，或者说代表性更广泛。您是如何理解的？民主的原则呢是共同的，但是实现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具体的呢，就体现在这个选举制度上。这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都是西式的这个民主国家，但是呢，选举制度很不相同，因此呢，带来的国家治理方式呢也是不同的。每个国家和地区呢，都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选举制度的，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香港的民主制度呢，是1997年回归以后才有的，选举制度呢，也是在与时俱进的不断的调整。总之呢，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我想呢，根据香港这个现实而修改完善的香港选举制度呢，它就是香港特色，因为呢，和其他地方的选举制度都不一样。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人数的增加，界别的扩大，自然呢就具有更广泛的这个代表性。那么我个人的看法是，香港的选举制度呢，体现了中国的治理哲学，也就是王道政治，这个集国家、区域和民意的3重合法性于一体，这也许呢是最有特色的。那么特别是体现在这个立法会的组成上。香港呢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有其特殊性，包括制度的特殊性。但是呢，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呢，总是第一位的。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呢有40名，而选举委员会本身呢，代表着香港的整体利益，同时呢，顾及到国家的利益。他们呢，在立法会中呢，占44.44%的议席，可以很好的处理这个国家与特区一国与两制的关系。那么公认团体呢，选举的议员是30人。他们代表着社会中流砥柱的各机构、组织、团体或者是企业，是社会精英和专才，能够呢为各种的政策立法、利益协调提出专业化建议或者是批评，提高这个参政议政的质量。他们呢在立法会中呢占33.33%的议席，那么代表行业界别的利益，体现专业精神，可以说呢是有能力的爱国者。那么最后呢就是民意代表，也就是分区直选出的议员，主要代表地区的利益和民间声音。他们呢，在立法会的中呢，占22.22%的议席，可能呢随时传递这个
民间的呼声和区域的诉求。那么这3个层次的意愿呢，都是选举产生的，都需要这个民意基础和社会认可度。但是呢，这个代表性增加了，社会各阶层、各界别的政治参与呢丰富了，能够维护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提高这个民主的质量和政府的治理效能。我们都知道呀，这个民主的目标呢是让绝大多数人呢生活得更好，有更多的自由，而不仅仅是选出几个人，就完事了。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上周，台湾2架F-5E战机擦撞坠毁，台防务部门初步调查结果显示，造成事故的原因是训练因素，但台空军依然随应，面对解放军军机常态化绕台，竟叫嚣要以导弹追踪加以应对，暴露台民进党当局何种心态，施洋无间点不关键。上周，台湾空军2架F-5E战机擦撞后坠毁，民进党当局竟将此甩锅大陆。但台防务部门周一公布初步调查结果，判断事故原因是训练方面的因素。而针对解放军军机近期持续绕台，台军竟叫嚣要用导弹追踪跟随解放军军机，有可能招致怎样的后果？来看报道。上周一，台空军2架 F-5E 战机空中擦撞后坠海，导致1人伤重不治，1人至今下落不明。据台媒报道，屏东南湾周二下午发现一具浮尸，警方接报后立刻赶往现场，身份仍有待确认。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周一表示，此次 F-5E 战机擦撞坠毁事故经初步判断是训练方面的因素导致。台空军参谋长黄志伟表示，除 F-5E 战机外，其余机种在完成机械检查之后，将在4月第1周内完成复飞。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台空军一共发生了3次战机失事事故。有岛内民意代表就指出 ，F-5战机从1975年在台空军服役至今，失事52次，人为因素38次，机械因素只有5次，即使只算2000年后的8次失事，4次人为因素，机械因素仅1次。台军的这个飞行事故频发呢，最近来说，应该是非常频繁。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它既有台湾方面在这个飞行训练上的这种进一步的松懈，也有呢台军的这个训练的高级教练机，包括所谓的步训教练机，不断老化。它的替换计划原本是很早就应该进行的，但是这个台湾当局为了所谓的国际国造，为了谋求这样一个政治上的这种声誉，他把这个项目强行要求自己的这个汉翔公司来研制，这样呢导致整个的周期就拖长。台空军训练存在问题，导致战机事故频发，但在本次坠机发生后，民进党当局却妄称是解放军常态化绕台，导致台空军频繁应对，增加了意外发生的概率。为了防止过度消耗精力，台防务部门副主管张哲平周一表示，台空军除借由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解放军军机外，将重点采取广播驱离、防空导弹追踪予以应对。张哲平表示，台湾纵深不够，反应时间有限。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也声称，将借自研导弹延伸防卫作战纵深，建立所谓重层吓阻的力量。那现在呢，干脆说连飞机都不去了，就是说派出这个雷达这个用防空导弹的雷达进行这个所谓的照射和这个识别。所以呢，这个直接导致了第一就是台军对于实际的空情呢没有像他自己展示的这样了解，背后呢其实反映的是，就台军甚至连这种一般的日常性的这种训练和这种巡航都没有办法保障，那更遑论说在这种大规模作战条件下，它保持一个足够的作战能力了。深圳卫视注意到，根据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专家戴维·奥赫曼内克的说法，在五角大楼模拟台海冲突的兵棋推演中，美军干预行动经常以失败告终，台湾空军在几分钟内就被消灭，西太平洋的美国空军基地受到攻击，美军舰机遭到解放军数量庞大的导弹打击。美国防部高级官员也承认，解放军导弹射程越来越远，这使得美军进入台湾周边时越来越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还报道称，美国售台的 F-16战斗机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等高科
科技装备要不对症。奥赫曼内克和许多美国专家认为，在解放军导弹对机场的精确打击下，台军采购的先进战斗机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他们给台军开出的药方是游击战。他建议台当局应该把军购重点放在水雷、无人机、机动反舰导弹、单兵反坦克导弹和便携式防空导弹上。报道认为，这个建议面临的最大阻力来自美国内部，尚不清楚美国国会或五角大楼是否同意放弃出售利润丰厚的战斗机等昂贵装备。有岛内网友对此痛斥：台湾这颗棋子不知被美国玩到何时。外界就注意到，美国驻帕劳大使亨尼西尼兰上周六随帕劳总统惠普斯抵达台湾讨论旅游泡泡，引发岛内绿营的一阵激动。有专家表示，亨尼西尼兰虽然是美国的官方外交代表，但从驻帕劳大使的层面来看，级别甚至不如以往赴台的美国国务院级别官员。如果认为这样的小动作是所谓外事突破，未免太过夸大，这反而显示出美国给了点好处，民进党当局就仿佛捡到救命稻草一样。在周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美方正准备发布行动指南，放宽美外交官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官方往来。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在涉台问题上，希望美方谨言慎行，不要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关于美台交往方面的问题，中方的立场是非常明确和一贯的。中方坚决反对美台之间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我们希望美方务必高度重视中方的关切，在涉台问题上谨言慎行，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即便战力如此不堪，但台军方嘴巴还很硬。昨天，台防卫部门副负责人张哲平叫嚣要用地空导弹雷达追秒代替飞机跟踪监视，以对付在台湾附近空域越来越密集飞行的解放军军机。你对此怎么看呢？我想对这位张先生隔空问一句：您说这话是糊弄外行求个安宁呢，还是拿定主意说干就干呢？我们知道，大陆军机越来越频繁地抵近宝岛台湾，乃至绕台飞行，深层次原因就是台当局拒绝9·2共识，挟洋谋独。大陆必须用坚定而有效的行为稳局控局，而台军要保持自说自话的防空识别区，甚至海峡中线，你就得拿出实力来。可台军现在根本玩不起这样的竞赛，因为飞机只要起飞就会有损耗，而他们的飞机几乎都是舶来品，后勤维保肯定跟不上，长此以往只能偃旗息鼓。至于拿地空导弹追瞄，如果我站在大陆的角度看，这叫上门送礼，乐于笑纳。我们知道，现代战争一开打，首先打的肯定是网络频谱战，而今天世界各地看不见的战争就是网络频谱战。对手之间不间断地用飞机抵近飞行，除了造势，就是查明对方的电子战斗序列，也就是雷达、通信和导弹系统的部署，特别是电子特征数据，然后有针对性地夺取战场制电磁权，有针对性地拟定电子对抗方法。不说别的，已故的台参谋总长郝柏村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了这件往事。83年，他跑到闽江口的东引岛视察，决定在那儿部署快要服役的天宫地空导弹。目的是什么呢？就像今天的张哲平先生嚷嚷的那样，以地制空，在大陆家门口部署导弹，直接威胁120公里外的福建机场。而且台湾本岛不用出飞机，只要大陆飞机从福建一出海，东引的导弹就能用雷达追瞄，想打就打，延伸台湾的防御纵深。可后来结果怎么样呢？当95年台军真的把导弹送过去了，才发现这种雷达换飞机的做法纯粹是给解放军送大礼，把机密频谱数据拱手送人。况且东引面积太小，系统无法机动，解放军完全可以将天宫导弹位置锁定，必要时一击毙命。其实呢，从这件小事能说明一个大道理：台海军事斗争的局面，乃至祖国统一的大事，是需要物质基础作为支撑的。占优势的一方将主导斗争的方式和发展的节奏。今天，大陆的经济总量是台湾的20几倍，加上台军的武器又大多是高价外购，
我们早就有压倒性优势。台湾无论想出什么办法对抗，那完全是以卵击石。就像马英九公开警告蔡英文的，如果因台独引发开战，那就是台海彻底的终战。言犹在耳，望有关方面思之慎之。